你们不会还要让我上吧？不会，我虽不才，但也研究了一段时间，这一把我上吧。下次的怪谈有什么提示吗？有的，副本难度达到5星，达人条件增加，并且会出现大量级嘎道具，诡异能力值大幅度提高，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出现变异。哟呵，上难度了啊！请问我这次怪谈有机会活着回来吗？这次怪谈你肯定会没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去。可是张天师，这次的怪谈不太正常，听起来就很危险。确实挺危险的。您有几成把握？没进去之前，我只有99.99%的把握能够通关。师兄处，师兄有事吗？我知道你一般不会这么说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这次恐怕会很难，要不然让玄镜师弟去吧。放心吧，我有特殊的手段，可能这个手段只有我知道。我只是说没进去之前有99.99%的把握，进去之后就不好说了。既然是你这么说，那这次我就不批你代班休假了。你要是回不来，你就一直旷着吧。当前副本灾变末日，难度5星，在怪谈世界内，您将扮演一名囚犯，请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在副本中寻找到规则，并且利用规则活下去。莫特囚犯，什么东西啊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昏暗潮湿的房间，准确的说就是一个钢铁监牢。德列科穿着一套橙色的囚服，右手手腕上有一个像是手环的东西。莫特自己手上这个取不下来也无法破坏的手环，是集嘎道具限制体内的能量。我还想进来大杀四方呢，结果有力没法使啊！这把地狱难度开局啊！以前还有烂凳子和铁床可以休息，这次倒好，牢房里毛都没有一根，让我睡地上是吧？有种下次你让我上天。结合现在的情况，末日即将降临，怪谈世界给天选者时间，让天选者寻找规则，遵守规则活下去，坚守到存活时间结束，无所畏惧。封印的只是我的法力，我可是体法双修，皆为满级。出门集合。只见墙壁上的时钟显示中午12点整。你们3个识相的就跟我混，我保你们能够活过今晚。张一天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我给你们一次跪舔我的机会，要不然你们别想赢下来。莫特，这位新人那么狂的吗？当3位霸主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张一天已经走到外面集合。张天师是不是还没发现手环能够控制超凡者的力量呀？怕什么？张天师又不没得罪狱管，其他狱友就算再强大，还不是被手环控制？规则只是说不要相信新狱友的话，我只是让他们听我的话而已，不算犯规吧？此时的3人气势汹汹地追了出来，但也别无他法，前方有狱管，不得造次，不然狱管要他们的命也是分分钟的事情。随后狱管带着他们来到一个比较大的餐厅，在餐厅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几条规则。规则5提到，如果狱管用红色小推车送食物，你可以吃；当他用蓝色小推车送食物，请不要直接拒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餐厅有 A、B、C 3个区域，那么坐在哪里才能吃到红色小推车的食物呢？跟着那3个室友能活到现在，他们肯定有办法。不一会天选者们便选好了位置，大多数都跟着老狱友坐在了 A 区。不久，狱管便推着餐车分发食物。A 区是红色小推车的所在地 ，B 区红蓝小推车都有 ，C 区都是蓝色小推车里的食物。这简直是捉实！自己可是堂堂的红衣主教，自己什么身份，怎么能吃这种东西？不管了，不吃不行啊！大夏的天师肯定也吃，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丢面子。此时的张一天却是坐在 C 区，餐桌上的食物一点都没吃。难道张天师没发现问题吗？可能大夏的天选者要面子，宁愿被嘎，也不愿意吃这种东西。我是张一天，你们不会以为我会吃了这份食物吧？狱管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举报我旁边这位狱友没把餐盘里的东西吃干净。咦，不是干净？反正隔壁狱友已经吃完离开，不可能再进来，那这还不是我说了算？我说他盘子里还剩，那他盘子里就肯定剩。不是，你这都可以，这没有违反规则吗？为什么狱管还没有动手？慌什么？也没有哪条规则规定天选者必须吃啊！你这么玩赖是吧？当着我的面直接栽赃，而且演都不演，关键还没触犯任何规则，好气哦！甭管我怎么理解，你就说我触犯规则了没有？刚才通过老狱友谈话可以得知自己是新囚犯，而规则2提到，切勿相信新狱友的话，因为他们都是大奸大恶之人。所以说规则在暗示自己要扮演一个大奸大恶的新囚犯，而这个副本名为灾变末日，或许可以让自己异变成为末日，然后毁灭这个世界，这不就是灾变末日了？不得不说，
张逸天的思维很是奇特，自从他进来的那一刻起，他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灾难，而举报其他人的天选者都会获得狱管给的一份好处，甚至张逸天的2位老狱友都向他学习，栽赃陷害的一位囚犯。你们最好在这里吃完再出去，而且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你们吃过这东西。看来这位狱管算是教育李和善的 NPC， 连注意事项的告诉了。要知道，好人可是怪谈世界里最好利用的角色。这监狱的狱长是谁？我也不清楚，我们只是按照命令来行事。那我们这座监狱的位置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出去的时候乘坐的是特殊的列车，列车全封闭，看不到外面的景象。列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快点吃就离开，耽误了劳动可是要受罚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份食物吃进肚子之后，似乎有一股能量在不断的刺激着自己的身体，好像在强化身体。这股能量异常猛烈，险些有点遭不住。波特，这东西可是大补啊，怎么会有人吃了没反应啊？而那2位老狱友吃了之后，直接晕倒在了地上，过了好久才醒。没事吧？你俩感觉怎么样？此话一出，感觉张逸天比他们俩更像老狱友。感觉还行，能坚持下来。这位大哥怎么称呼？奇怪，自己在面对这位新人的时候，怎么有一种下意识就展现出低姿态的感觉？能坚持下来最好。走吧，你俩告诉我这里是个什么情况，我可以让你俩活下去。之前觉得他敢挑衅3位狱霸，绝对是莽夫之举，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这样。这位吃下特殊食材之后，竟然一点事都没有，这就证明他十分强大，肯定是个大腿，要报警这位。嘿嘿，为了获得情报，与其自己跪着求原住民，还不如让原住民跪着主动来告诉自己，这才有范。老大，你以后就是我们的大哥了，以后你让我打狗，我绝不撵鸡，绝对听话，为你所用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说说这里是个什么情况了。好的，老大，这里一个比较特殊的多种族世界，少兽族、人族、异人族共存的世界。这3位狱霸分别是蓝电人是异能人，脾气是出了名的差，没谁敢惹他。音乐人是鳄鱼人，纯粹的兽人战士。另外一位科学狂人是变种人，他觉醒了金属异能，然后把自己改造成了机械怪人。只不过进来后武器已经被拆除了，但战斗力还是很强。他们3人在这座监狱都关了很长的时间，蓝电人最短，那也有5年之久，最长的是鳄鱼头，听说被关了10多年。好的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你们跟我混，我会保证你们安全的。走吧。又有小弟可以使唤了，这把舒服了。随后2人很懂事的走到张逸天的左右后方，步伐不敢超越张逸天，这就是对强者的尊重。这些就是天选者问老狱友能够得到的所有情报。唯独比较尴尬的是格列科，他拉不下身份去讨好其他人，所以现在一门心思就在研究如何把手环给去掉。对于规则世界的探索则是毫无进展。他的表现让教廷和拉面国的观众很担心，因为手环要是能取下来，格列科可以说解除了限制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可是要是手环没取下来，格列科这样不获得情报，在怪谈世界就会很危险。我是张逸天，刚刚收了几个小弟，顺便看看休息大厅还有没有规则。这么多规则全部在暗示天选者们如何活下去。这哪里是什么活下来的规则，就差告诉我可以在哪里达人安全了。这次规则应该还不是最终规则，那么下一个获得规则的地点可能就是这次怪谈的关键。规则上提到了死刑犯，如果自己的身份转化为死刑犯，是不是把监狱炸了都可以？毕竟是无恶不作的死刑犯。就在张逸天思考的时候，3位恶霸带着几十位小弟，带着不友善的目光朝他看来。此时就是天选者抉择的时候，选择一位恶霸投诚。红衣主教格列科则是根本就懒得选，自己在一个角落。反正我也没得罪3位霸主，要我去巴结这3位，还不如让我嘎了呢。而张逸天这边则是直接1对3，只是有位小弟见机不妙跑了。面对如此凝重的气氛，张逸天一点都不在意，仿佛对面3人看的不是他一样。你们瞪我有什么用？在这里，你们要是敢嘎了我，你们咋不直接过来？这边有监控，还有狱管在旁边，谁在这里动手都得嘎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没有监控和狱管在，你们觉得你们还能喘着气看着我？你不怕吗？老大，只要你不怕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有点好奇，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相信我？道理很简单，老大你别看我本事不强，但我看人很准。因为您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直接得罪3位狱霸，如果您不傻的话，那就说明您的本事在他们3位之上。您要是笨的话，就不可能发现餐厅的漏洞。综上所述，我觉得在您这边混肯定能活下去。其实小跟班还有些话没说，他觉得张逸天的眼神有些轻松淡然的感觉，无论面对狱管还是狱霸，张逸天的眼神都没有变化过，仿佛这位大哥没把这里的任何人放在眼里过，这不就是绝对的强者？行，以后你跟我混，我保你能够活下来，并且活着出去。多谢大哥照顾，大哥要我做什么事情只管说。放心吧，我会差遣你的，但不是这个时候。你愿意跟着我逆天改命，那我就带你飞。不一会休息时间结束，现在时间是1点半，几位身穿狱管制服的人走了进来，带了几位囚犯走了出去。看来是到下一关了，这一关可能就会遇到危险了。不久，天选者们就被带到了一座十分庞大的植物园，旁边写着几条规则。
其他天选者看到规则之后，虚汗直冒，感觉条条都是嘎人规则，但凡错误一点，立马答在植物园里。哪怕是红衣主教格列科看到后，都眉头紧锁，他居然开始动脑思考要怎么过了，毕竟手环真取不下来。什么鬼？植物大战僵尸是吧？你的任务就是采摘到5枚色彩果实，并且保证这些色彩果实已经成熟才可以，之后才可以回去休息。在此期间，禁止囚犯互相抢夺果实，我们会在附近巡视，违规者直接处决。随后众人便出发寻找色彩果实。不少比较机智的天选者已经在和墨镜狱管打招呼，发现这位狱管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没有其他狱管那么冷漠，对天选者十分友好，这就让不少天选者内心有了一丝安全感。还有些天选者和其他狱友交流。新人，这是这次采摘的工具，手套和袋子。多谢大哥指点。对了，这里不仅仅有我们这座监狱的人，也有其他监狱的人存在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所以不要惹是生非，小心一点。好的，大哥，我会注意点的。还有，如果找到奇异果实，并且上交给狱管，那么就会减刑，因为奇异果实是这座植物园里最珍惜的东西，而且最难抓，十分危险。大哥，奇异果实长什么样呢？奇异果实的辨认方法就是变种的色彩果实，色彩果实身上只有单一的颜色，奇异果实身上有2种或者2种以上的色泽。多谢大哥，我记住了。对了，外围的果实很少，不要在外围浪费时间。如果不方便携带，可以把果实藏在一些地方，免得被抢。好的，大哥对我真好。最主要的一点，别迷失方向，最好做记号，免得回不来。走错监狱只有一个下场，是会嘎了的。大哥真好，多谢大哥告诉小弟。随后天选者们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纷纷跑去寻找色彩果实。我是樱花国天选者，我为了避免出幻觉之后找不到红色玫瑰花瓣，我先找到了玫瑰花瓣，我够机智不？樱花国屏幕一黑，喜提2连败。东西，你的大的坏，这个肯定是奸细，必须严查他家族。植物园的植物异常凶残，不少天选者都被植物嘎了。而张一天这种级别的超凡者，摘叶伤人就是小事情，根本就不需要玄气，掌握力道就行。进来的时候让小弟装了一堆叶子在身上，随拿随取。天哪，我终于看到武侠里的招式了！那片叶子在张天师手里，简直堪比神兵利器。奇怪了，张天师的能力不是手环锁住了吗？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啊？难道手环坏了？而格雷科这次非常认栽，我感觉这次怪谈世界就是在针对我。可怜的红衣主教只能寻找落单的色彩果实，结果还真遇到一个也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天选者。另一边，解决完诡异植物的张一天自然不用自己动手去取果实，要不然身边的小弟是干什么吃的？就在小弟拿到色彩果实的时候，他们身边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怪谈世界就是如此，只要触发了某种条件，就会出现一些特定的情况。规则5说，在植物园不要和任何囚犯合作。张一天带了一个小弟过来，我又不是合作，我这是单方面的命令。规则6提到，这里是植物园，如果被发现恶意破坏植物，将会被狱管直接处决。被发现才会被处决，不被发现不就是了？恶人就好像是尾随着天选者来到这里，等待他们摘果子，然后要抢夺天选者手中的色彩果实。而领头之人竟然是3恶霸之一的鳄鱼人。小子，老老实实的把手上的色彩果实交出来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太可恶了！有本事给我把手环解开，我非把你们挫骨扬灰了不可。格列科在上次的怪谈恨惯了，是真的不喜欢这种被人压着头欺负的感觉。主教大人，稳住吧，现在不是您爆发的时候，等手环解开再说。您的本事在这一关体现不出来，熬过了之后，您就可以大放异彩了。怪谈世界内，看到格列科不听话，鳄鱼人的小弟也生气了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这里没监控，兄弟们上！给我追，拿了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就这样，一个绝命植物园被格列科完成了神妙逃亡。另一边，张一天眼神戏谑地看着周围的人。弱小的人类，今天你要是从我们的挡下钻过去，我家老大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要不然把你的大卸8块丢去喂植物。而张一天则是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毕竟张一天也是有身份的人。你一个小弟出来骂我，我怎么可能和你一般计较？那我不是低了一个档次，所以小弟就应该由小弟去对付。于是张一天转头给了小弟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去对喷。小弟点头会意，并且摆了一个手势，表达老大你就看好了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鳄鱼人，你就是渣渣，成天带你那群小弟，就像一帮傻狗似的。你以为你开动物园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话就放在这，你们要是敢再上前一步，指定没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此言一出，对面所有人脸色僵硬，似乎遭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他们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在监狱里还会被这般辱骂。老大，我骂的不对吗？我觉得你骂的不错。您这表情，我还以为您不满意呢。要不我再骂2句？不用了，我只是想起了几位故人。今天不把你俩剁成肉泥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15片，
好的，老大。他们似乎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没低，更加不明白一个弱小的人类没有任何武器，怎么把自己嘎了。老大你也太牛逼了吧！15片树叶就嘎了15位强大的兽人战士，这我要是说出去都没人信啊！此刻，小弟对于张一天崇拜简直是溢于言表。现在状态不好而已，好点的话还用不了这么多。此话一出，小弟顿时一愣。怎么感觉他是在装？但是我没证据，要不我再给老大磕几个，让他更加飘飘然。我是张一天的小弟，今日被大哥征服了，我还在想要不要给大哥磕几个，表下心意。原来是嘎了太多的人，猩红的气息导致附近的诡异植物开始暴动起来，似乎想要吃掉他们。老大，快跑！这里的植物要疯，感觉自己要是再不跑的话，恐怕会被这帮诡异肉食系植物给活生生的吃掉。难道老大你不怕吗？慌什么？以后记得遇到事不要慌，找块石头来，越坚硬的越好。好的，老大，我马上去。张一天可以说把小弟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，连弯腰捡石头都懒做。老大，你看这块石头行不行？还行，勉强凑合。沃特，老大这手劲到底有多大？石头都不够捏的，这大手要是捏我脑袋的话，不得直接爆炸。即便如此，张一天还是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，有点没控制住力道啊。沃特，我严重怀疑你在凡尔赛，你徒手都捏碎了这块看上去坚硬无比的石头，还说没控制住力道，意思是说你还有余力。我们还是太小看张天师了，没有灵气的张天师依旧恐怖如斯。法爷会近战，诡异看到都得发颤。外坛世界内，张一天丝毫不慌地看了一眼小弟。你有发现什么规律吗？小弟一脸迷惑地看着张一天，眉头紧锁。难道老大在暗示什么吗？这里的植被高耸，有遮天蔽日的感觉，可是还是有一缕缕微弱的光照射下来。老大，难道这些吃人的植物似乎怕光？算你小子有点聪明，你说的没错，在外围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，基本上就不存在吃人的植物，这些东西只敢出现在这些高耸的大树下。张一天只是想把这个小弟教聪明点，这样用起来就会比较顺手。随着几棵大树应声倒地，没有了枝叶的遮挡，光线顷刻间就照射进来，那些诡异植物迅速缩了回去，来不及缩回去的，在碰到人造阳光的那一刻起，立马枯萎，慢慢变黑。沃特，要是老大教我这一手，我岂不是无敌了？老大，我这就去把他们的色彩果实给您拿过来。不着急，色彩果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人。这些人都嘎了，还能有什么？张一天的话虽然小弟很迷惑，但是老大发话了，他只能照做。此时张一天已经大致上就知道这座植物园到底是什么玩意了。嘎的人越多越好，这样有助于拿到这座植物园最终的宝藏。根据规则2说，一旦植物吃饱，将不会再进食。如果要采摘，请确认它有没有吃饱。而色彩果实之上的奇异果实最难抓，十分危险，很有可能奇异果实需要吃饱才能成熟，所以这些嘎了的人很重要。走吧，你把这些人都带着，我们再四处转转。好的，老大。随后二人便在植物园闲逛了起来，而小弟则是气喘吁吁地拖着10几个人。不久后，张一天便找到了一株奇异果实。去吧，把这些人围给他。好的，老大。虽然小弟不懂为什么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照办。加油啊，还没围饱呢。此刻，张一天则是悠闲地翘着2郎腿，坐在石头上看着小弟干活。不久后，小弟便把那些人都喂给了奇异果实。老大，这家伙还不饱，您看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，也很有技巧。作为一名小弟，小弟不可能说老大你再去搞点嘎了的人来。他如果这么说，就是大不敬。一个小弟怎么可能去指挥老大办事？所以他就这么提示一下。反正老大也明白，这就是当小弟的自我修养。正好旁边还有几十具，等下你慢慢搬。此话一出，让小弟摸不着头脑。他的眼睛往附近查看，似乎没有发现什么。难道老大看错了？不可能啊！老大那么厉害，不可能犯错，肯定是我没发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附近的草丛、树干陆陆续续出来一堆人，其中为首的就有蓝电人和科学狂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监狱的狱霸，一个个也是威武雄壮。看来在这里已经潜伏了一段时间，并且把这附近团团包围，仿佛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老大，你管这些人叫嘎了的人？另一边，不少运气极好的天选者也找到了奇异果实。哇塞，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感觉这把我也能成功通关，感谢张天师保佑。我是张一天的小弟，现在我们被诡异包围，我很慌，想跑，但大哥还在悠闲地坐着，没有发话，我也不敢动啊。慌什么？区区几十个诡异而已。兄弟们，这得多少人呀？我大致数了一下，已经超过30个了。张天师可以站起来打了。面对张一天的无视，众囚犯怒了。兄弟，看来你们那座监狱的新人很是看不起你嘛，最近这么拉了。闭嘴，小心等下我把你丢去喂果实。哈哈，果实应该不喜欢我这种食物。这一枚奇异果实他们很早之前就看上，也一直在拿囚犯喂它。今天奇异果实快要吃饱了，结果来了一个新人想要摘走，
本来他们打算动手收拾这位新人，可是科学狂人说让新人喂，到时候自己抢不就是了？对面大概有50多人，自己身上的树叶似乎不够，需不需要给老大捡一点回来呢？就在他思索的时候，对面似乎有人不耐烦了。你到底动不动手？不动手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还要回去做保养呢。这地方又臭又脏，我需要去找点露水洁面，还有我的衣服都脏了，已经不能穿了呢。先别过去，这家伙好像收拾了鳄鱼人，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。科学狂人是这里的智慧担当，他貌似看见了鳄鱼人被喂给了奇异果实，眼看蓝电人无法激怒，就转向了自己队友。赶紧去解决吧，我实在受不了这里的气氛了。如果你解决的话，这次奇异果实你说了算。4位浴霸来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奇异果实？一般情况喜爱没人分1/4，但是现在让大块头上的话，就是最后这颗奇异果实我们说了算。你俩不上的话，我就上了。此话一出，蓝电人似乎有些急了。他如果现在不动手的话，万一等下分配的时候，他俩就占据劣势。就在4人勾心斗角的时候，突然一道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你们这4具尸体快点，想好了谁先嘎了吗？”我都准备好动手了，结果你们在哪聊起来了？是不是有点不尊重我？那个崽种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出来领赏。既然你想要嘎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下一位。当优雅碰到了极致的实力，下场会很惨。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招，这个曾经的一方浴霸就当场殒命，给现场不少囚犯内心中带来了极大的震撼。要是刚刚自己冲动，那么现在脖子断掉，嘎在地上的应该就是自己了吧？得亏科学狂人拦了他一手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哼，少在这糊弄我，这招你肯定只能用一次，用完就虚脱了，是吗？我觉得你俩已经不敢上了，所以我亲自来吧。说着，张一天便迈着慵懒的步伐走了过来。所有人现在才知道，这位的话语为什么这么嚣张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本来我不打算在现阶段暴露这个秘密，可是现在不暴露就等于嘎了。蓝电人，你干嘛？别慌，我可以短暂干扰这个手环抑制器，你赶紧释放你的能力把它斩杀，要不然我俩都活不了。话音刚落，蓝电人感觉自己瞬间就充满了强大的能量。科学狂人这一手让蓝电人喜出望外，恢复了特异功能的他也恢复了自信心。现在我还看你狂不狂？这一下彻底把旁边的科学狂人吓得双腿发软，坐在了地上。大哥，你不要嘎我，我可以帮你解除手环，我可以告诉你如何变强。这里科学狂人犯下了2大必嘎的错误，他要说他把自己知道的内部消息告诉张一天，张一天兴许不会嘎了他，可是他说他能解除手环，张一天根本就不需要解除，反正他的外门功夫也是满级，哪怕抑制住他的法力，那他也无所谓，更别说后面那句让他变强。我现在都难控制自己的法力，你还让我变强，你是不是想让我爆炸？老大牛逼，老大威武，自己要主动点。之后小弟不用张一天吩咐，便把嘎了的人一一喂给了奇异果实，不知道是吃多了浴霸，还是得到了净化。这枚奇异果实散发着奇异的光芒，这要是交给玉管，恐怕就可以直接出浴霸。不久后，奇异果实便成熟了。老大，这是您要的果实，嘿嘿，这次收获那么丰富，这不知道老大能不能赏我几个色彩果实？这样的话，实力得到提升，我就能更好的为老大服务了。我是张一天的忠诚小弟，老大，这是您要的果实。这玩意竟然能吃掉那么多人，难道是压缩和储存？这些人的能力还真是恶心啊！你拿去吃吧。他不说还好，一说直接把小弟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老大，我对你绝无二心啊，我也从来没有对这颗果实打过歪心思，你要相信我。小弟这一跪，直接把张一天看愣了。这小子不会以为我在试探他吧？瞧把你吓的，我给你果实你都不敢吃，给你了你就吃，废什么话？老大，这东西别说可以减刑，您吃了还能增强实力，可是大补的东西啊。这小弟挺忠诚的，用着还挺顺手，后面可以继续培养。我早就猜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给你吃。老大，您不需要增强。到我这个级别，你就知道了，吃吧。张一天现在都需要控制自己不全力爆发，他哪还需要吃这些玩意？在张一天的催促下，小弟终于接过奇异果实吃了下去。也就是说，这玩意能赐予他力量的同时，还激活了他潜在的血脉。哇塞，这就是奇异果实的力量吗？我感觉现在很强，要是那4个浴霸还在，我感觉我也能单手拿捏，根本不需要老大出手。不知道自己变强了之后，是不是更加接近老大呢？随后，小弟转头缓缓看向张一天，要不我陪你练练手。此言一出，小弟立马跪了。老大，您就别试探我了，我害怕我是变强了，但不是变傻了。这哪是什么练手，这简直是找揍啊！就算给自己10个胆子，也不敢和老大动手。看到自己的小弟胆子如此小，张一天也没有强求，毕竟你只要忠心就行。记住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张一天在提醒他，让他回去之后别太嚣张。他要是浪嘎了，谁给他鞍前马后？
老大，我记住了。不过我有个问题想冒昧一下。你说，那老大真的有比您还强的吗？自然有，只是我没见到过。沃特，我感觉老大在凡尔赛，但是我不敢说。张天师其实已经很委婉的在说自己的无敌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就算是首席天师，也要保持一颗谦逊的心。现实世界龙虎山，张玄静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神是不是有问题。大师兄，掌教天师这么强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师傅怕打击你们修炼的积极性，所以就没告诉你们。同时也是在提醒师弟们，你以为我为什么主攻内务？因为我早就是知道他有多离谱。苏沐雨可是第一个知道张逸天有多强的人。自从他知道的那一刻起，他对天师之位就不感兴趣了。大师兄，掌教天师从修炼到现在，真的有输过吗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只记得以前有一次，师傅为了打磨师弟的傲气，独自带他下山历练，去各大门派挑战。接下来呢，师兄？我还记得师傅回来后说的那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本以为师弟在龙虎山同辈可以排第一，没想到出去打了一圈，发现这小子天下第一。”好家伙，师傅本来想要磨练师弟，没想到师弟把各大门派的年轻一辈都做了一遍。这些门派甚至怀疑老天师当年带张逸天是去炫耀武力的，而不是去历练。当然，他们现在也就只敢想想，也不敢说出来。外坛世界内，张逸天带着小弟在回去的路上，顺手把规则上提到的红色的玫瑰花瓣拿到了手。这玩意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奖励了吧？对了，等会只需要交5个色彩果实就好，其他的你都吃了吧，不要浪费。谢谢老大，老大你对我太好了。随后小弟就开始狂吃，硬生生吃了30多个，只留了10个上交。不一会，二人便回来了植物园门口，门口站着一位戴墨镜的狱管，其他天选者都对这位狱管很是尊敬，而张逸天则是爱谁谁，关我何事？狱管，这是10个果实，很好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另一边，格列科则是很狼狈的被各路囚犯疯狂追赶，怀里揣着几颗果实疯狂逃窜。上一把实力2个实力碾压副本的超凡者，这一把天差地别。我感觉我这把被针对了，疯狂针对，一身本领毫无用处，有胆你就给我把手环解开！你看我不把这个副本干穿，我要彻底疯。我是囚犯，迎面而来的人气势汹涌。老囚犯在监狱里生活了很久，自然有一种敏锐的嗅觉，他们自然能够察觉到张逸天小弟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比原来3位狱霸还要猛。难道他把3位狱霸给宰了，然后剥夺了他们身上的力量？可是接下来让不少老囚犯都觉得匪夷所思的画面出现。沃特，什么情况？气息庞大的这个人，怎么像是那位普通囚犯的小弟一样？不应该反过来吗？若是小弟知道他们这么想，肯定会说：你们想让我嘎就直说。时间很快来到6点，狱管们关上门之后，就带囚犯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哟呵，终于出现了如何增加量刑的办法了，此地就是个斗兽场。其他人都想着怎么减刑出去，唯独张逸天想着怎么当死刑犯。若是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其实就是给天选者们2条路线，其一，求生路线，就是通关各种手段减刑，然后可以出去；其二，末日路线，增加量刑和刑期，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变强。这种就属于单打独斗的路线，不想被末日迫害，就尽可能的拿到所有资源，成为末日灾难的本身。随后狱管带领众人进入忏悔大厅，中间有个忏悔女神雕像，前面的囚犯一一膜拜，而张逸天则是看着忏悔女神雕像陷入了沉思。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忏悔女神，而是杀戮女神。再说，除了道祖、老天师，有谁值得我一拜？龙虎山上，师兄，掌教天师是想念老天师了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是我感觉他还是挺能装的。怪谈世界内，张逸天收回了思绪，不再看忏悔女神雕像，径直离去。你为什么不参拜忏悔女神？如果忏悔女神因为你而不原谅我们的罪过怎么办？快跪下，要不然你别想离开这里。听完我一句劝，这是神圣的洗礼，我觉得你应该虔诚的下跪，对着忏悔女神忏悔自己的罪恶。你小子不跪1个小时，不许离开！张逸天似乎触犯了这个世界的隐藏规则，对忏悔女神大不敬，就会遭到其他囚犯的威胁。大哥，我懂，放心。小弟这一手操作，别说现场的囚犯们目瞪口呆，连观众们都震惊了。沃特，这小弟灵智已经开发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就是，我还以为他会嘎了那些得罪张逸天的囚犯呢。跟着老大混了那么久，智商嘎嘎长得好吗？规则11提到，伤害其他狱友和袭击狱管是这里的大忌，如果被发现的话，将会被直接处决。我只要破坏监控，不被发现不就好了？又没有说不允许囚犯砸摄像头啊，只要看不到，那不就没有违规？看到小弟有这种表现，张逸天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我就喜欢这种正儿八经听话的小弟。按照龙虎山的说法，此子悟性很高，会举一反三，哪个师傅不喜欢这种弟子？龙虎山上，你们要是有他1半的悟性，也不至于这么丢人了。旁边的师弟们也是有口难言。大师兄说的对呀，你是龙虎山上真正主管内务财政大权的男人，我们可不敢和你顶嘴，不然饭都没得吃了。怪谈世界内，面对小弟气势汹汹的模样，一众囚犯下跪了。
毕竟他们只是敢在摄像头下对着2人口嗨，现在没了监控，不就是等于对手可以嘎了他们？大哥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们刚才也是一时糊涂，不该冒犯大哥你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们跪错了人。你们这是想害我啊！我大哥在旁边，你居然叫我大哥。没说话之前你还有一线生机，只是一张口便是想入地狱，谁都拦不住。只此一招秒了众人，吓得远处囚犯惶恐不已。以后要是看到这俩人，都得退避3舍。做完一切的小弟默默回到了张一天身后，而张一天则是发现忏悔女神雕像似乎因为杀戮的缘故，这个暗淡的忏悔女神似乎更加神采奕奕了。这个忏悔女神雕似乎可以吸收这些人的气血，增强自己，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到底是个啥东西，挺好奇的。算了，再诡异也不足为惧，一夜灭之。我是格列科，等我手环解开，我必嘎了你们。此时的天选者们正在经历忏悔项目、瀑布、流波之类的项目，格列科选择的则是冰冷的瀑布不乱派。这一副本被世人看着，我好卑微啊。另一边，张一天却是遇到了一群气势汹汹的死刑犯。当所有人都以为张一天要收拾这帮死刑犯的时候，张一天却带着小弟退到了一边，摆出了第三者的架势。这些忏悔项目看似酷刑，可大致上就是让你洗干净、煮烂了、脱层皮之类的。在祭祀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把祭品给弄干净？说白了，这帮囚犯就是祭品。等他们完成了这些项目，就会被死刑犯给献祭，然后获得食物。这一关，天选者们如果有从众心理的话，一切都会照着其他囚犯的办法去做，那么结果就会成为这帮死刑犯的祭品。我只需要等他们嘎了够多的囚犯，完成祭天仪式，自己再动手抢夺。现在懒得动手，若是他们不长眼的话，哼哼。另一边，格列科在完成所有项目之后，也遇到了死刑犯的追击。万分危机的时候，科学怪人居然给他解开了限制。终于解开了，蝼蚁们，你们的皇帝回来了。老子都解除限制了，还会怕你们？给我看！格列科全力爆发，一路猛打，打破了钢铁堡垒，甚至冲到了监狱外。沃特怎么突然感觉不到身体的力量了？3分钟的时间已经到，科学狂人所设置的干扰已经失效，手环又限制住了格列科体内的圣能。怎么回事？能量又给限制了，这个科学怪人真该嘎啊！说句难听的话，现在格列科想回去监狱都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张一天这么强大，还要走流程？就是因为怕卡 bug 出不来，他得先知道所有规则，他才敢乱来。格列科这家伙卡了一个今天的大 bug， 现在确实是出来了，但手环也没解开，失去了力量不说，也不知道结算的规则。这后面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结算规则啊。也可以这么说，格列科拿命在测试张一天都不敢测试的小子。玩的那么大，我们可以超度他的灵魂了。算了，吃席吧。就连教皇都感叹，这次格列科勇敢，打出了叫天的风采。但遗憾被怪谈世界的 NPC 给坑了。正当格列科寻思着到底要不要冲进诡异森林的时候，一个人拍了下他的肩膀。快跑啊！你等什么呢？跟我走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帮他解除限制的科学狂人。他确实没来得及告诉格列科解除限制的时间只有3分钟，但是他开始做起了售后服务。这位狱友那么神通广大，挥手就打破了忏悔大厅那厚重的墙壁不说，死刑犯在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，必须要抱紧大腿。随后便跟着跑了出去，并且半路顺手扒了2套嘎了的狱管的衣服。格列科看到了救星，没有多想，直接跟着科学狂人离开，在一处隐蔽地方换上了狱管的衣服，躲避了追来抓捕逃犯的狱管大部队，顺便混了进去，假装自己也在抓捕逃犯，最终回到了监狱。沃特，我悼念词都快说完了，你告诉我他没卡。我的席没了呀。怪谈世界内，格列科万分感谢科学狂，谢谢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刚刚就回不来了。不用客气，我帮你也是为了帮我自己而已。对了，我想问的是，刚刚那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人是谁？格列科冒充狱管时，看到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监狱管理人员，那位身上的气势简直不是死刑犯能比。格列科甚至怀疑那家伙才是 boss 级。该不会是这里的狱长吧？那位可不好惹，他是监狱官，专门看管死刑犯的人，我们一般都接触不到。随着2人的聊天，格列科得知，按照这个世界的等级来算，监狱官的实力应该在6星以上，满级7星。科学狂人和其他狱霸撑死也就4星的战力，根本就不敢得罪监狱官。不过科学狂人推算，格列科应该是满级7星的实力，而所谓的死刑犯也就是5星级的强者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些肮脏的打手。他们完成监狱官给的任务，就能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奖励。这些奖励有助于他们提升实力，完不成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是科学狂人，我要膜拜这位大佬。把你知道的都和我说说。好的，大佬。这个世界现在只有2个区域有人，一个叫乐园，一个就是监狱。乐园就是一个实力为尊的世界，每个7星级别的霸主都能够主宰一片区域。在乐园里犯了错的人，都会被关到监狱来。乐园在哪？监狱离乐园有一段距离，具体有多远，这个科学狂人也不知道，但他知道一点，
那就是必须乘坐特殊的列车才能够前往，也就是穿过5个隧道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可以利用狱管的身份离开监狱，因为忏悔大厅每次打开，第2天都会有一批囚犯可以回到乐园。这就是科学狂人的打算，他可不想一辈子在这里当狱管。万一哪天暴露了身份咋办？规则6提到，外出劳动时间结束后，请快速回到牢房，选择合适的牢房很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去忏悔大厅之后，接下来的流程就是回牢房住1晚上，等待第2天被释放出去。先用狱管的身份去忏悔大厅附近看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只能想办法回牢房。这不能说明格列科转危为安，只能说暂时捡回了一条命。这就是浪过头导致的后果，需要很多办法去弥补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规则。另一边，张一天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死刑犯在献祭忏悔女神。你们可以退下了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让现场所有死刑犯都懵逼。你小子穿的是囚犯的衣服，我们可是死刑犯，比你高一级，你咋还命令起我们来了？我们辛辛苦苦搬运了祭品，你说让我们走，我们就走，我们是不是很没面子？死刑犯们在监狱混了这么久，突然感觉有一种自己被人抢劫的感觉。你们不用猜测自己是不是被抢，因为我就是在抢，我这一身修为摆在这，难道还要和你们商量怎么分？狂妄，你小子给我嘎！你们几个赶紧把献祭完成，不然打了你们！抢你们的东西，还要让你们帮我干活，这句话就是这么嚣张。而剩下几位死刑犯互相大眼瞪小眼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好就把我们当下属使唤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照他的吩咐做啊，还能咋办？李牛，你去看一下试试。之后众人齐心协力完成献祭，献祭完成后得到一些可以增加力量的果实。干得不错，你们也吃一个吧，剩下的都给你了，你多吃点吧，他们又不饿。好的，老大。张一天的小弟吃完之后，发现力量有所增长，实力进一步提升。感谢老大的栽培。小事小事，不必在意。不久时间来到9点40左右，按照规则上所说，再不出去的话，等到10点就关门。只见出口处有着一则规则，规则13，出狱之后7天内破坏乐园，让乐园70%的人口死亡，即可完成通关。呵呵，就这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随后张一天便随着死刑犯准备离开。站住，这里是死刑犯的区域，如果你俩走错的话，可以选择从另一个地方离开。在这个时候，张一天已经知道了如何成为死刑犯。监狱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囚犯进行测试，5星就是有足够的破坏力，自然要安排在特殊的地方。只要经过测试达到5星以上的囚犯，都是死刑犯。你可以测试一下我的实力。哟呵，想要减刑的多了去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想要增加量刑，有趣。随后便带着众人来到测试的地方，一一上去检测。小弟达到了6星，其余死刑犯5星、6星都有。而张一天则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星级，满级7星。一直都觉得老大很强，但是没想到那么强。一众死刑犯一脸讨好之意，似乎都准备跪舔这位大王。哼哼，膜拜吧，我可是老大的守卫小弟。不过以后我要更好的伺候老大，不然可能首席小弟的位置不保。张一天可没管那么多，准备前往死刑犯所在的区域，等待明天出狱即可。知道了通关规则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，简单简单单。另一边，格列科等一众普通天选者则是在出口处看到不同的通关规则。规则13，出狱之后在乐园存活3天即可完成通关。终于看到通关规则了，太不容易了，希望后面的难度小点吧。身边这位科学狂人一点都不靠谱，千万可别出太大乱子，不然小命不保啊。我是死刑犯，这位大哥竟然是满级7星强者，我要膜拜大佬。大哥，坐这里，这里我已经收拾干净了。大哥，坐我这为你换了新的床铺。大哥，您有事直接吩咐我，我非常乐意为您效劳。张一天看着这帮来讨好自己的死刑犯，也是一阵无奈。这样把我拥有7星的实力说了出去，不知道这样会搞得我很为难吗？时间很快来到了10点，狱管把所有人召集到了走廊上，重新调整牢房，之后11点半就锁门，晚上12点熄灯。大哥，你是老大，肯定是你先选，不着急，您慢慢选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那间牢房的门非常牢固，你选哪间准没错。张一天的出现直接打破了监狱的潜规则，7星强者是什么概念？在这个世界已经是天花板的存在，他们讨好还来不及，哪敢得罪张一天？规则6提到，外出劳动时间结束后，请快速回到牢房，选择合适的牢房很重要。捉灵牢房选择错误的话，夜间会发生诡异事件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。随后张一天便随便选了一间住了进去，而小弟则是选了张一天旁边的牢房。时间转眼即逝，熄灯之后，其他天选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幻觉。这一夜没有准备红色玫瑰花瓣的天选者都没醒来。而格列科这场怪谈不知道是受到主的眷顾，还是开始动脑子之后，现在就正常了很多。他和科学狂人目前都是伪装起来的狱管，只要不被发现的话，他们一直都是狱管。通关条件：生存3天，你是看不起谁呢？区3天，小意思了。相对于其他天选者的担惊受怕，张一天无疑是胆子最大的那一个，11点不到便早早的睡了。嘘，动静小一点，
不要出声，免得吵到大哥休息。那边的，你别说话就没声音了，小心大哥起来揍你。12点之后，牢房里一片漆黑，黑到一种让人可怕的地步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其他天选者纷纷出现了幻觉，而张一天依旧睡得很香，因为在睡觉之前，张一天吃了一些玫瑰花瓣进肚子里，然后还把玫瑰花瓣含在嘴里，才躺下休息。龙虎山，大师兄，我不懂他们同样是天选者，为什么 NPC 的态度怎么差距这么大？你们要是有他那样的实力，别说怪谈世界，你们去哪，人家都会好好跟你们说话。所以你们天天不努力修炼，好意思在这里问我？怪谈世界内，张一天丝毫不受到幻觉的影响，正在养精蓄锐。而张一天的小弟正在闭目养神，正准备睡觉之时，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。只见走廊里有4名被污染的死刑犯正在鬼鬼祟祟地看着他。这座死刑犯的监狱里只有一个7星强者，那就是老大。如果按照监狱官的说法，我自己应该是6星巅峰的实力，也就是说老大之下我无敌。你们这些该嘎的东西，那么吵会影响到老大的休息，大晚上的让我加班是吧？小弟出去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嘎了他们，而是把他们吸引到拐角处，离张一天的牢房远一点。尔等该嘎。收拾完这些污染的死刑犯后，小弟便轻轻走到张一天牢房门口，忠心耿耿地当起了门神。你们这些渣渣，休想打扰到老大休息，实在打不过我可以叫老大呀。这就是小弟的自我修养，就算张一天不这么要求，他都愿意默默地在做好自己的职责。这一切其实张一天都听到了，可是他没说什么。毕竟养你这么大，不就是让你给我解决麻烦的吗？给了你那么多资源，若是连这点小麻烦都解决不了，我要你有何用？浪费我的资源。这就是张一天最离谱的地方，他不仅能够无视诡异降临，他带的小弟也被他养到能够解决诡异降临。别人都是抱大腿或者在走进化之路，只有他培养了一只忠心的猛兽。等到快到白天时，张一天的小弟才回自己的牢房，准备小憩一会。这一觉舒服呀，睡得太香了。其他天选者这一夜或多或少都睡眠不足，精神萎靡，只有张一天依旧是精神抖擞，感觉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当牢门被打开的那一刻，小弟立马来到了张一天身边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只是默默地跟着。我是狱管，这位囚犯竟然拥有满级7星的实力，万万不敢得罪啊，得小心对待。7星嘛，呵呵，我是7星，只是因为你们的世界最高星级只有7星，而不是我的实力只有7星。下一关便是前往乐园。之后狱管带着死刑犯们踏上了前往乐园的列车，列车贴着一张海报，上面画着一棵高耸入云的巨树。按道理来说，这种列车一般来说不会有广告，既然出现，那就代表这可能是一条暗示。那个是什么地方？老大，那棵叫起源之树，据说是一切力量的源泉，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。起源之树会掉落色彩果实，在人类拥有力量后，灾难随之而来，战争、毁灭、重生，最终起源之树被后世的一个强大的贤者毁灭，人类的世界也从一开始的一片祥和，变成了现在这样。起源之树毁灭后，便出现了很多的诡异植物，而监狱和乐园是人们最后的堡垒。既然情报上提到，那么就证明这也许就是本次怪谈世界的隐藏任务了。不过还差一个东西，我就能知晓这个世界的全部了。不久后，列车便到了乐园，乐园之地也有着不少的诡异植物。下车之后，狱管们便给死刑犯们解除了手环的限制，但是手环还是带着，起到震慑囚犯的作用。终于感受到了体内的圣能，久违了啊！不过也不能太浪，手环还在，虽然用衣服遮起来了，但狱管们还是能打开限制，先跟着流程走，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另一边，列车下，张一天站在最前面，这让接待的狱管们摸不着头脑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些死刑犯不应该和其他几次被放出来的差不多吗？别说整齐排列，站姿势也东倒西歪，下来就很不耐烦的在说话。现在就好像是军队一样井然有序，没有哪位死刑犯敢喧哗。兄弟，那位谁呀？怎么感觉其他死刑犯都很怕他？据说是7星级别的强者，你说话注意点，别惹到人家。沃特，7星强者，恐怖如斯。那我要不要跪着？我觉得我站在这里是对他的不尊重。你开心就好。听到有7星强者出现，接待的狱管们纷纷站直了身体。原先是要对这些刚回乐园的死刑犯们的训话，现在也是两口一闭，个个不敢吱声。这一趟旅途辛苦了，不过还有些事情要麻烦您，我们一起去办公室详谈吧。他这句话让附近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。老大，你可是监狱官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卑微？自家老大就是牛，连死刑犯都畏惧的监狱官，看到老大之后都只能卑躬屈膝，看着太爽了。果然跟着老大混，去哪都是横着走。其他死刑犯看到监狱官如此卑微的对待张一天，心里也是纷纷自豪。大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，这个头号小弟我要当定了，谁也别跟我抢。面对监狱官的低姿态，张一天也是没客气。可以带路吧。随后监狱官便带着张一天来到了办公室，只见张一天悠闲地坐在沙发上，而一边则是站着一众死刑犯，惊呆了监狱官。坐啊，你们怎么不坐？
不用不用，我们坐了一路，站着也好，对身体好。开玩笑，大哥还在这里，谁敢坐下？谁要是坐下，不就代表和大哥平起平坐了？监狱官愣了一下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你们喜欢就好。龙虎山。大师兄，我没看错的话，怪谈世界的原住民好像都在看掌教天师的脸色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不是还有控制器吗？我真觉得你进去怪谈世界必达无疑，一天很会观察怪谈世界。你没看他那嚣张跋扈的态度吗？监狱官和他说话，他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在搭理。要是其他人，监狱官这种身份早就发火了。可是现在，监狱官依旧摆着脸丝毫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肯定是判断出这些人有求于他，那他就没必要放低姿态，这就是最好的打法。苏沐雨觉得张璇竟把怪谈世界想得太简单了，不过还是耐心的和他解释着。所以你看了这么多场怪谈世界，你没发现一天就没给谁好脸色看过吗？这样就能省去绝大多数的麻烦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哦，你个头，那也只是一天才可以做的办法。你如果进去就老实点，该怂就怂。我只是给你分析张一天的打法，你别进去后这么玩。你嘎了到无尾怂，有我们龙虎山的脸才是大事。我是监狱官，这位囚犯实力比我还强，关键我还有求于他，我好卑微啊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吗？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想麻烦你去袭击一座核电站，这座核电站是维持着整个乐园供电的地方，只要破坏了那个地方，其他备用电源的所在地已经安排了人手，到时候一并破坏掉，这个乐园的防御系统就崩塌。接下来诡异植物入侵，这个乐园将会毁灭。原来如此，果然是有一套正规的流程，就算没有问题也不大，大不了摊牌了。随后监狱官给一众死刑犯解除了手环限制，不少死刑犯气势猛增，恐怖的就像是野兽，表情也开始狰狞起来，唯独张一天丝毫没有动静。奇怪，按道理来说，越是强大的人，气势的就越夸张嘛，怎么这位毫无变化？可是检测仪上说他是7星，而且他也展现出过惊人的能力。原来如此，监狱官一瞬间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的态度越发的卑微和恭敬。我是监狱官，我们也有一位7星强者，就是不知道和他一比谁更强。大哥，据说核电站有7星级的强者守护，所以需要一位7星级的强者来引开核电站的7星级守卫。这位是狐媚，她会协助你们。只见一位腰肢纤细柔软、双腿修长诱人的女人缓缓走了过来，身上的气势丝毫不弱于死刑犯们，一脸傲慢地看着他们。好美，简直美炸了，我好喜欢。我就喜欢这种眼神，麻烦请用这种看渣渣的眼神看着我。狐媚，介绍一下，这位也是7星强者。狐媚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张一天，不过眼神还是不变，依旧是那种看渣渣的眼神，一脸傲慢。死刑犯而已，哪怕是7星的死刑犯又如何？你们听好了，在接下来的行动中，你们最好能够完成任务，要不然我会亲手嘎了你们。这就是所谓的下马威，只是死刑犯们无动于衷，一点回应也没。狐媚感觉到自己的威严受到了质疑。原来这些死刑犯以这位7星死刑犯为首，如果自己无法使唤坐在沙发这位，那么这次行动就没有领导权。而张一天此时正悠闲地享受着小弟的按摩，俩人就像是没听见一样。气杀我也，气杀我也！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这里的霸主！你给我站起来！当他生气的那一刻起，整个茶座室的气温就在不断的下降，形成了一片寒冰区域。我这么招谁惹谁了？只是想安安静静享受一下短暂的愉悦时光，怎么还有人来打扰呢？正当其他人猜测张一天是要用哪一招时，他只是一个起身，一个小指，顷刻间，一股恐怖到让人无法呼吸的气势盖压而来，笼罩在整个房间，威压恐怖至极，浩如神灵。寒冰区域瞬间瓦解，狐媚更是被这一股天地威压压的跪倒在地，瑟瑟发抖。我起来了，然后呢？张一天的话语很冷，有一种戏谑的味道，比他话语还冷的是他的眼神。老大威武，简直是天神下凡，这就是老大看蝼蚁的眼神。惹了我家老大，你还想活？不可能，你7星，我也是7星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面对如此强悍的实力，已经恐怖到他无法理解的地步。你能达到7星，是因为你只有7星的实力，我7星是因为你们这的测量仪器最高只有7星，懂了吗？无法理解这位的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，我感觉自己教了一个大招，却连对面一个平 A 都对不过。其他死刑犯们一脸震撼，原来老大如此恐怖，就连同7星强者都不过尔。而张一天的小弟则是一脸傲慢，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我家老大这是正常操作。别看他外表稳如老狗，其实心里也没底了，他只是见过张一天动武力，没见过张一天动法力。张一天这个起身，着实给他吓一跳。还好我稳住了，作为老大最忠实的跟班，必须保持一定的风度，不能让老大觉得自己大惊小怪。我可以丢脸，但不能丢老大的脸。正当所有人认为狐媚要求饶的时候，没想到这家伙来了个绝地翻盘。只见狐媚竟然掏出了个手环控制器。别小看我啊，小样，你给我嘎了吧！说完，狐媚猛然按下控制器的红色按钮，那就是会嘎了监狱里囚犯的按钮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极嘎道具。要知道，监狱官只是解除了所有死刑犯的限制，并没有解开手环。大哥，我替你挡着。这电光火石间，所有人看到这一幕，都以为张一天要阴沟里翻。龙虎山，掌教天师为什么不躲？难道大意了没有闪？一天为什么不秒了对面呢？一天如果想秒的话，
别说对面的狐媚掏出控制器，哪怕他动一根手指的时候已经嘎了。小师弟丝毫不慌，说明他也有应对之策。怪谈世界内，狐媚甚至露出了得逞的笑意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张一天捂着胸口痛苦的表情。眼前的这位7星以上的强者中招了，击嘎道具果然就是绝对的。你比我厉害又如何？你还不是栽在了我的手上？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小弟有些手足无措，哪怕他现在有一身的本事，也不能起死回生啊。狐媚现在脸上尽是得意之色，虽然用了卑鄙的手段，但是他嘎了超越上限的强者，这一阵足以让他名垂青史。可是下一秒，他脸上那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，那个本该陨落的强者，居然面带笑容的看着他。我没事，别着急。这一下所有人都傻眼了，明明他已经被吉嘎道具给处决，为什么还一点事都没有？特别是那位貌美的狐媚，她那双眸子都快瞪出来，都没看懂这是为什么。呵呵，要问我为何不避，为什么要避？我可是有无敌针的男人，通关得到的硬化技能还是有点用的。这么说吧，张一天其实有很多办法面对这次吉嘎道具的危险，但是他选择了最羞辱人的那一种，单纯就是为了搞别人的心态，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大起大落。老大，你真没事？真没事。那你刚刚为什么那副表情？小弟顿时有些疑惑了，刚刚你那样子真不像在演的呀。我寻思着他吼得挺卖力气，我就配合一下他嘛，要不然他挺尴尬的。我特么是不是要感谢你的捧场啊？既然你已经没什么大招了，那么就再见了。监狱官伸出手，还准备说什么？对了，你刚刚有什么事情要说吗？没什么，我是想问您饿不饿，我去给您准备点吃的。大哥，你都把人嘎了，我能说什么？其实他是想劝张一天来着，现在似乎没这个必要。如果他这个时候说的话，不就是找嘎吗？吓回我了，我还以为张天师这次要翻车，还好，可惜没有妹子看了。不过张天师是真狠啊，一点都不犹豫。龙虎山，张玄静看到张一天没事，松了口气。正当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看到苏沐雨摆着一张臭脸，似乎有些生气。算了，大师兄似乎正在气头上，我还是不要打扰的好。好，你演是吧？喜欢演是吧？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觉得这个手环和我的衣服不是很搭配，你觉得呢？大哥，我也觉得这手环和您的整体气质不是很搭配，我这就给您解开。监狱官感觉自己要是说错一个字，很有可能像狐媚一样当场陨落。目前为止，张一天还是第一个解开手环的天选者，他的成功让身后的人看到了希望。监狱官，我觉得我的手环太重了，影响我正常生活，你看。好说，马上就解。张一天的小弟，监狱官自然不敢得罪，可接下来的一幕让监狱官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。监狱官，我觉得我的手环和我的裤子不是很搭配。监狱官，我觉得我的手环和我的皮肤颜色不是很般配。监狱官，我觉得我的手环影响我抠鼻子。此刻，监狱官脸都黑了，他看着这帮死刑犯，眼神里满是杀意。一帮耀武扬威的渣渣，要不是这位大哥在，你们要是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早都不知道被我打多少次了。然而，张一天就在这里，监狱官憋屈的不行，还是给他们打开了手环。嘿嘿，你说我们狗仗人势，起码我们有人仗啊，你有吗？大哥，要不要搞个作战计划啥的？你说啥？这还需要什么作战计划？不是一招秒的吗？大哥说的是我愚昧了，大佬您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只要你破坏了核电站就行。张一天的存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计划。卑微的监狱官甚至不敢催促张一天去干活，等张一天享受够了再说。我把老大伺候的那么好，不知道老大愿不愿意教我一手？老大，你那招抬手对面就爆炸是怎么做到的？无非就是把能量凝聚在对手的身边，然后瞬间引爆，在这期间必须要快要准，一般来说都是等级碾压才能够瞬间让人爆炸，同等级的话只是给对方挠痒痒。此话一出，把众人吓得不轻。要知道，张一天的对手可是7星强者，这种级别的强者都秒炸。那么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，让人细思极恐。随后张一天也不着急去炸核电站，而是教导起小弟。龙虎山上，大师兄，就算掌教天师看得起那小弟，也不至于这么认真的教他吧？他觉得张一天这么做似乎有些无意义，毕竟修炼可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，怎么可能1-2天就会？而且张一天说出龙虎山的机密，就不怕其他国家的人听到？你不懂，一天其实是故意这么说的，这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特殊传道。按照苏沐雨的说法，龙虎山的师弟们才明白。张一天似乎想借助自己的影响力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开始信仰道门，甚至可以学习道法。这对龙虎山乃至龙国道门来说是一件好事。沃特，掌教天师真乃神人也，这都能想到，不愧是掌教，我还以为他是没事干呢，没想到没事干的是我。怪谈世界内，张一天在经历了10个小时的休闲娱乐后，终于带着小弟们坐上了前往核电站的列车。而小弟经过张一天的教导，浑身的气势愈发浓厚，实力似乎已经达到了7星，引得众人前去讨教。大哥，请问您是如何一夜之间到达7星实力的？面对这么多人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，小弟无奈道：道法太深奥，我研究了一晚上，不是我懂了，是天亮了。我真的感觉自己对于道法只是领悟了一点皮毛。此时龙虎山上，
苏沐雨这边简直焦头烂额起来。由于张一天的传教，导致无数人慕名前来拜师。本来每年招收的就少，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00来万，还源源不断的在增加。他们那么多人，我这哪有这么多资源给你们修炼？怪谈世界内，张一天已经来到了核电站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位7星强者守卫。老大，我现在已经到达7星，我有把握嘎那里的守卫，您就放心的坐在这里休息吧。这种小事就没必要让老大亲自动手了，这才什么级别的对手，有资格让老大出马？那岂不是辱了老大的身份？7星就应该让7星来对付。看到小跟班自告奋勇，张一天确实很满意。那你快去快回吧，不亏我教你这么多，也该你干活的时候了。看到张一天的小弟冲了过去，监狱官一脸忧愁的看着张一天。大哥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小弟，可是万一出事情怎么办？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这句话直接把监狱官给镇住了。好强大的自信心，好恐怖的气魄。小子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今天是来嘎你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小子，你找嘎。呵呵，没想到你还能接住我的攻击，有点东西。我好久没遇到像样的对手了，后面的一起上。你们会叫人，我就不会。等我家老大来了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错。兄弟们，快去呼叫老大！大哥坚持住，我这就去。大哥，不好了，我们打不过那个守卫。不要慌，你指个方向。老大在那边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张一天要带队前往核电站的事实后，下一秒，他们觉得自己格局小了，去核电站不存在的。既然我都知道他在哪了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指个方向，他家在哪？大哥在那边。说好的激烈战斗呢？说好摧毁大门，自己带队冲锋呢？怎么和我的剧本不一样啊？那拥有无与伦比防御力的核电站就这么解决了？还是在这么远的距离？你看都不用看是吧？那位7星强者道嘎都没见过毁灭他们人长什么样子。是我格局小了，怪不得大哥只要一个方向。原来他真的有让天地封他的威能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尽量把威力降到最小，没想到你们这里的密度太低，这么容易就被打穿了。呵呵，权力不存在的，不结印的，随手一击而已。张一天的话过于震撼，让现场的众人都被定在原地，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都已经放出这么恐怖的威力了，你还说是最小的力道？大哥，您要是把威力放到最大，岂不是能把整个乐园都打炸？只见来人竟是乐园打的主宰，也是7星强者，一眼就认出了监狱官。小子，是不是你炸的核电站？我要有这个本事，你还能趾高气扬的和我说话？不是应该你跪着和我说话吗？嘿嘿，那种自己没本事，但就是可以挑衅比自己还强的人，是真特么的爽啊！我就是喜欢你看我不爽，又打不了我的样子。这是你做的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做的。你是用什么道具做的？就这么指一下而已。笑话，小子你在愚弄我吗？有本事你再做一遍。只此一招，乐园的主宰7星强者陨落，顺带着半个乐园也毁于一旦。良久，张一天的小弟才姗姗来迟。此时此刻，他内心对张一天的崇拜更加坚定。老大的实力果然强大，我也好想成为老大，那样举手投足就能天崩地裂的家伙。以后遇到什么坚固的堡垒和庞大的关卡，哪需要亲自前去，只需要指一个方向，就直接开地图炮，无差别轰炸。好家伙，以前张天师只是无视规则，这一把连规则都不看了是吧？你们听张天师说了吗？就这么恐怖了，还是最低威力？龙虎山上，大师兄，这真的是金光咒能够展现出来的威力吗？怎么我放金光咒就只能亮瞎敌人的眼睛？掌教天师能够让山河破碎，大地崩塌。苏沐雨白了他一眼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师傅当年都没想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我明白了，师傅肯定不好问徒弟，因为拉不下这个脸。但是等掌教天师出来了，我好意思问。怪谈世界内，时间转眼即逝，只有少数天选者通关，格列科也在此列，然而只是拿到了一个 S， 而张一天却浑然不着急结算，悠闲地度起了假。第7天，结合列车上的话以及忏悔女神的诡异之处，不难猜到这一关的隐藏任务和隐藏奖励是什么。你把这几天找得嘎了的人全都献祭给忏悔女神。好的，老大。不久，小弟全部献祭后，只见一阵金光闪耀，起源之树复活，一颗七彩的奇异果实掉了下来。这玩意给你吧。谢谢老大。看着小弟在不断成长，张一天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自己离开之后，如果这个副本还存在的话，小弟将会是这个世界的新神。这就是张一天送给小弟最后的礼物。跟着老大混，指定有好果子吃。
5S 级的评分，毫无疑问的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。龙虎山，多吃点菜。你这几天在怪谈世界我都看了，都是肉食，还有垃圾食品。大师兄，不是我不想吃菜，那地方根本就没有菜呀。就你话多，抓紧吃。好嘞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和我说？张一天的聪明还是让苏沐雨有些惊讶，他不知道张一天是怎么看出来的，但他确实是有事情要和张一丁说。现在很多势力都在不断提高核心的人，广招弟子。我知道你怕麻烦，招弟子的事情我可以处理，但是你得抽时间去带师弟们。苏沐雨的意思很好理解，就是你太强了，你教一下其他人啊。没问题，等玄镜师弟有空，我可以教他。你不用等他有空，整个龙虎山就你没空而已。掌教天师，请问我需要怎么做？跟我来，我先带你们去浪一浪。